14年前，河南琼宝安跨国迎娶美国26岁女硕士，走上人生巅峰。如今10几年过去，他们过得幸福吗？是否还像从前那般恩爱？河南小伙名叫蔡小华，出生于驻马店如南县祝良镇的一个贫困家庭，父母都以务农为主，家庭的收入刚好够一家人的开销，家中还有4个孩子，蔡小华是老大。作为长子，他有义务为家庭分担一些压力，帮助父母照顾弟弟妹妹。蔡小华从小就非常爱学习，读书也很努力，但10岁那年，母亲却因劳累过度患上重病，家庭的重担也全部落在了父亲一个人的肩上。然而父亲已经年事已高，独自一人撑起这个家实在太难了，所以蔡小华年仅14岁就选择扛起这个家，开始步入社会，外出打工，供弟弟妹妹读书。至于蔡小华的读书梦也就落空了。就这样，他年纪轻轻就来到广州打工，但是由于他的年龄太小，想找到工作谈何容易，很多老板都以年龄小、工作经验不足拒绝聘用他。好在最后找到了工作，不过都是干一些重活，或者遇上不好的老板，拖欠工资也是常有的事情。工作虽然辛苦，但他却从未抱怨，工资也都打回家给母亲治病，供弟弟妹妹读书。在外打工10几年期间，蔡小华也换过不少工作，什么脏活累活他都干过，弟弟妹妹也都被他供上了大学，这时才让他松了一口气。可回头看看，他这才发现自己已经30多岁了，还依旧单身，所以他决定要为自己活一次，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。蔡小华辞去当时辛苦的工作，经同事介绍去到一家外语学校当保安。他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是，这份工作的时间比较充裕，虽然工资很低，但是却很轻松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可以在学校借到书籍，完成儿时的读书梦。往后的日子，蔡小华可以说过得很充实。之前干的都是一些粗活，他自己也没什么文化，在这里他每天都能遇到文质彬彬的老师与学生，每天都会主动跟蔡小华打招呼，这让他感到很新鲜，也有被尊重的感觉。蔡小华打小就是一个爱学习的人，每到晚上他都会独自研究从学校图书馆里借来的书籍，遇到不懂的地方还会向比较熟悉的老师虚心请教。久而久之，大家也都很喜欢这个新来的保安大叔。蔡小华原本以为自己就这么平淡地过完下半生，但是2007年他遇到了蒂芙尼，那个改变他一生的人。那是一个暑假的午后，学生们都已经放假，蒂芙尼突然出现在校门口。这个外国女孩身材高挑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立体，看起来也就20几岁，年轻漂亮。蒂芙尼的出现顿时引起了蔡小华的注意，出于内心热情，蔡小华立即上去用自己蹩脚的英文打招呼。经过相互了解，蔡小华得知蒂芙尼出生于美国，26岁，父亲是美国当地一位有名的电工，母亲是大学教授，而蒂芙尼也很优秀，毕业于新泽西州立大学研究生，可以说跟蔡小华是2个世界的人。而蒂芙尼从小就一直很热爱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，所以毕业后他选择来到中国当一名外语教师。这次的到来就是受到学校的邀请，来当一名外语教师。来到中国后，蒂芙尼很快就爱上了这个国家。第一次来到中国，人生地不熟，因此蒂芙尼想多交一些朋友。第一次见到蔡小华时，他就觉得这个保安很有趣，美国人的性格也比较活泼开朗。于是从那次之后，蒂芙尼一有空就跑去保安室找蔡小华聊天，相互之间交流各自的国家语言，两者之间相互教学，遇到比较难理解的单词成语，用肢体语言来描述。久而久之，两人越来越熟悉彼此，感情升温。蒂芙尼不论有什么心烦的事，都会跑去跟蔡小华分享，而蔡小华也逐渐爱上了这个外国女孩。可是他知道两人的差距太大，无论从家庭背景还是个人成就来看，他都不如蒂芙尼，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爱意藏在心底。但是没想到，蒂芙尼却大胆地向他表白。蔡小华思虑再三，觉得自己配不上蒂芙尼，况且自己还比蒂芙尼大了9岁，所以蔡小华选择拒绝了蒂芙尼。
可蒂芙尼却落落大方地表示没关系，自己还是会继续追求蔡小华。不想耽误蒂芙尼的蔡小华选择回到老家躲避，但是没想到他低估了自己对蒂芙尼的爱。此次分别让他感到了孤独，时常想念蒂芙尼，这种感情在心里越发强烈。从老家回来后，就见到蒂芙尼老早的在车站等着他了，手上还抱着一个盒子，里面全是写给蔡小华没送出去的情书，信中全是蒂芙尼满满的爱意，这让蔡小华深深感动，同时也明白了蒂芙尼对这份感情是多么的真诚。于是这一次，蔡小华决定不再拒绝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。两人在一起后也像普通情侣那般，下班一起看看电影、逛街，一起吃街边小吃。这对异样的组合常常引起路人的侧目。蔡小华也向朋友大胆介绍蒂芙尼，谈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蒂芙尼也向外国的亲朋好友介绍自己的中国男朋友。蔡小华本以为会遭到大量的反对，毕竟他和蒂芙尼相差9岁，而且跨国婚姻爱情往往充满着变数，却没想到蒂芙尼的亲人很支持他们的感情，给予两人真挚的祝福。原来美国家庭教育属于放养模式，孩子成年后，父母就不再过多的干预孩子的人生。蔡小华也把蒂芙尼带回了自己河南农村老家，几个弟弟妹妹看到这个外国嫂子非常开心，热情打招呼。了解蔡小华的家境后，蒂芙尼对他的爱也没有丝毫的退缩，反而每天都期盼着跟蔡小华结婚。他表示一直看重的是蔡小华的人品，因此不会嫌弃蔡小华的家境。在双方父母的同意下，两人在河南老家举办了一场中式婚礼，这让蒂芙尼觉得十分新奇，热情地跟长辈们敬酒，十分接地气。蔡小华父母看到蒂芙尼这么的懂事，也十分欣慰。他们结婚之后定居在郑州，蒂芙尼在当地一所学校找了一份工作，而蔡小华则继续努力学习英语，最后也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没过多久，蒂芙尼就怀孕了，最后在中国为蔡小华生下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。但是为了孩子以后有更好的成长环境，他们决定去美国发展。就这样，2010年，蔡小华离开了自己生活30多年的故土，前往美国。来到美国后，两人再次举办了一场西式婚礼。与此同时，蔡小华还不忘继续努力学习，最后还在美国拿到了本科文凭，也算是圆了自己的读书梦。此后，蒂芙尼又在美国为他生下了一个混血宝宝。现如今，一家4口在美国幸福地生活着。蔡小华也算是走上了人生巅峰。直到今年，他们结婚已经有14个年头，一家人的生活依旧美满幸福。蒂芙尼还经常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晒生活日常。目前2个孩子已经在学校念书，算是出生在书香门第世家，想必2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也差不到哪里去。蒂芙尼则有了稳定的工作，而蔡小华通常会在家带孩子，同时有空就做一些家教兼职。爱情一词使许多人向往，但在追求爱情的路上往往充满坎坷与心酸。但蔡小华无疑是幸运的，看了蔡小华和蒂芙尼的爱情故事，跨越了种族、年龄等等差距，还能如此顺利，不由得让人心生羡慕。他们的故事一经媒体报道，就收到了许多网友的祝福，同时也有不少人惊呼，这又让我相信了爱情。